我在4年前诊断出了自闭症类群障碍症。得到这个诊断以后，我人生中许多的谜题都解开了。我从小到大的口语能力都不是很好，我头脑里其实有很多想法，可是当我需要把想法转换成语言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就会卡卡的。如果你给我时间思考再回答，或者让我慢慢的写下来，我是能够好好的表达自己的。可是这个现代的社会步调很快，很多人并没有办法给出这样子的耐心。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交障碍，那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时期。国高中是孩子们快速发展社交的时期，当时在这方面没有跟上的我，很快的就被排挤了。渐渐的在课堂分组讨论时，没有人愿意跟我一组，中午吃饭没有人愿意跟我坐在一起，下课后也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玩。我被迫成为了独行侠，但我的内心是渴望有朋友的，看着同学们都3、5成群，每天很开心的嘻嘻哈哈在一起，我看了非常的羡慕，于是我开始研究如何改善自己的处境。我开始对着镜子练习讲话，我会对着镜子自问自答，我会回想今天在学校观察到同学们对话的情境，并把它当成范本来练习。如果我今天说了什么话，却得到同学们唾弃的眼神，我就会一直在头脑里反复思考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，该如何改进，如果再来一次，该怎么做会比较好。我也看非常多的电影还有影集，我会从影片里面观察人们互动对话的方式，并从中学习。在我得到自闭症类群障碍症的诊断以前，我一直都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像我一样练习才能够讲话。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讲得不够好，一定是因为我练习的不够多。但不管我练习的再多，我还是常常感觉到同学们对我的恶意。我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换来我想要的结果。我在学校只是越来越边缘，越来越安静，有时候甚至一天连一句话都说不到。但我还是不想要放弃，于是我开始猜，可能是因为我不够瘦，不够漂亮，所以大家才不喜欢我。于是我开始变态式的减肥，有时候甚至一天只吃1颗苹果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非常多年，有时候学校的课业也非常的重，我常常都写功课写到半夜2、3点，隔天早上7点还要起来去上学。这样持续累积的压力，还有持续的睡眠不足，还有因为不当节食引起的营养不良，我每天都感觉到非常的疲惫。渐渐的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状况，我开始严重的掉发，每天地上都是满地的头发。我开始感觉到胸闷、心脏痛、吸不到气，每天都很害怕明天的到来。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在思考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。在那个心理状态不太被重视的年代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向外求助或就医，只能自己每天撑在生命的边缘。很幸运的是，这一切在我上了大学还有结婚以后有了大大的改善。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群很真心的朋友，在那之后还遇到了我这辈子的挚爱。当身边有无条件爱我的人存在的时候，我对未来开始有了期待感，人生也开始有了意义。但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不太对劲，明明身心都已经有大幅的改善，我还是常常只做一点点事情就感觉到非常的疲惫，有时候甚至一整天只能郁郁寡欢的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。在我得到自闭症类群的诊断以后，那一切我觉得怪怪的却说不上来的地方，突然一切都有了答案。原来我们这个类群的人的头脑运作方式，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体验，
和所谓的正常人有极大的不同。我之所以口语能力比较不好，是因为我们这个类群的人大多数都是用图像思考。当我们被问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，我们的头脑可能会先浮现这样子的画面。可是当我们要把这个画面翻译成文字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有卡住的感觉，会一时想不出，然后这个食物叫做什么？我们可能会先挤出一句话，像是就是那个圆圆的中间夹肉的那个，然后才想起原来它叫做汉堡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常常看起来很迟钝。我们的五感也非常的敏锐，我们可以闻到最细微的气味，可以听到环境里各种的声音，甚至是电流的声音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物品非常细的细节，我们的嗅觉还有触觉也是异常的灵敏。我做了一段音档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所说的听觉上的不同。第一段音档是所谓正常人的听觉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这个先给你，这是我上次去日本玩带回来的小礼物，很可爱吧？第二段音档是在同一个环境里，自闭症的人会有的听觉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这个先给你，这是我上次去日本玩带回来的小礼物，很可爱吧？相信大家可以听得出，自闭症类群的人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，不只会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，还会同时把环境音、鸟叫声、音乐声，还有隔壁桌对话的声音，不分层次的一起听进去。所以光是要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，我们就需要花费比一般人更大的专注力，才能听到对话内容。你们看一个东西可能是这样，我们看一个东西会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有点暗，但是它是一个细节，这样，然后才是这样。一般人看一个物品就是一个物品，我们就是忍不住要先看看各个细节，然后才看这个物品的全貌。在太阳底下，你们的感受可能是这样，我们的感受就会相对亮很多，可能会是这样。我们的触觉也很灵敏，所以像是这样子的衣服，这图片有点暗，但就是很多配件的衣服，通常会让我们感受到很不自在。我们会被衣服上的配件用得很不舒服，然后一直听到配件叮叮咚咚的声音，一整天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只想要赶快回家把它脱掉。所以想象一下，一个对常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一天，比如跟朋友约在某个捷运站的咖啡厅，对这个类群的人的感受会是这样子。从进捷运站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是很亮的广告灯箱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然后还有在我们耳里听起来很大声，一直播放的捷运广播，列车运行的声音，人们身上的各种气味，这些都会在同一时间大量的刺激着我们的感官。好不容易忍耐到了咖啡厅，一进门就会被咖啡香、机器声、冷气声、人声，还有灯光和外面车流的声音环绕着。坐下以后还要花费很大的精神力，聆听朋友说话的声音，同时还要把头脑里图像思考的画面转换成文字，还要注意自己的表现符不符合正常人的标准。如果当天为了时尚穿了漂亮可是不太舒服的衣服，我们还要费力的把不集中的注意力给拉回来。当聚会结束后，我们就要再一次的经历嘈杂的交通工具，所以回到家后，通常就只能一动也不动的躺在沙发上。在我还不知道这一切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体力不如人，现在知道了，才知道
原来这叫做感官过载。这是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自闭症类群都逃不过的一个宿命。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，像是朋友聚会，对这个类群的人来说却需要花费多倍的能量才能执行。但这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出门，毕竟人生总有需要妥协的时候。我们这个类群的人也是有社交需求，我们为了生存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家里不出门。但我已经受够了我每天都不开心又疲惫的人生，于是我决定为我的生活做出改变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做一件事情需要花费的能量比常人还多出许多倍，所以我的调整主要是着重在最大效益化的分配还有储存自己的精力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几点我认为最有帮助的方式。首先是人际关系重质不重量，不要勉强人际关系，如果不得已，一个人也很不错。我们很需要独处的时间与空间。选择自己舒服的工作和学习方式。我们这个类群的人很适合在家自学和在家工作，少了外在的刺激，用自己的步调做事，通常效率会更好。现在也开始有公司注重起这个类群的人思维的宝贵性，比如说像是微软和 SAP， 他们在美国为了这类人开设了特别的招聘部门。他们知道人际关系不是这类人的强项，很难在短短的面试中脱颖而出，所以他们把面试的时间拉长到1整个礼拜。在成功录取之后，员工还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工作方式，比如说像是低敏环境或是个人工作空间等等。所以能够到这样子尊重不同特质的公司上班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安静舒适灯光昏暗的居住环境。一个没有太多光和声响刺激的居住环境，可以帮助这类人释放在外累积的感官压力，快速恢复精神力。接下来是自己的部分。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接纳自己的强项与弱项，不要勉强自己做自己做不来的事情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有兴趣的事物上，反而能从中累积更多的成就感。仔细观察自己的心理状态，清楚地知道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需要消耗多少的能量，好好的储存自己的能量，还有学会分配它，才不会一直在陷入忧郁还有焦虑的循环。不需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正常，其实怪怪的也没有关系。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当一个正常人还有趣多了。我用了这些方式，经过了几年的调整还有练习，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已经趋于稳定，头脑里混乱嘈杂的声音现在也安静了许多。我现在的状态，我自己认为是我这辈子最平静最快乐的时期。很奇妙的是，我原本已经不抱期望的人际关系，也在我真实的面对了自己以后，反而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得到自闭症类群诊断对我来说是一个礼物，我因此更加的了解了自己。原来我的格格不入，是因为我的头脑本来就不是设计成要让我融入人群，我天生就是得跳脱框架来思考。在台湾，我知道有很多有这个症状的人很抗拒得到诊断，这我完全可以理解，毕竟自闭症这个名字并不好听，好像得到它了就会等于低人一等或者被人看扁。我自己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想过我会和这个症状画上等号。但自闭症并不是一个病，它并不像感冒一样可以吃几颗药就会好。如果你的头脑生来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这辈子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感受力就会和大多数人不同。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用得到诊断，但如果你心里知道你就是属于这个类群的人，
与其抗拒并佯装成正常人，接纳自己，理解自己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并且发挥属于这个类群的人的强项，相信你的人生会过得更加平静快乐。也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接纳跟包容更多元人类的样貌。我这辈子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并了解你们，今天也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了解我们，了解自闭症类群，谢谢大家。